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亲爱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杰儿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4位情感导师的人生智慧，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俩交往3年，我们俩相差10岁，相处起来感觉不在同一个世界。我们已经冷战2个月了，我尝试保卫我们的爱情，但是他总是拒人千里之外。我希望他能多理解和包容我一些。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韩先生34岁，来自辽宁，自由职业；女嘉宾王女士24岁，来自辽宁，自由职业。有请2位，有请。主持人好，欢迎2位啊！你好。我就听编导说，这个你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是吧？对对。然后他们说你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对，是吧？嗯，是吧？是，真的哈，真的啊。他不善言辞，你就说吧，今天为什么来？主要是因为他父亲身体不好，之后他从小是跟爷爷长大的，他母亲呢，从他满月的时候就离异了，之后没有钱给他父亲治病，我俩就合计怎么才能有这个钱，之后我俩就没登记结婚，之后就办的酒席，得的份子钱嘛，就寻思给他父亲治病，之后这么的，他这个份子钱我就拿去三亚旅游了，之后回来他就跟我要分手，该不该分？我觉得他应该能包容我，因为我们从认识到现在没出去玩过一次。我为啥要包容你啊？我爸病都没治呢。就你们这也挺荒唐的，我真的没想到这么荒唐，就是怎么给父亲募集看病的钱呢？说咱们办一婚礼，是吧？对，这个方案是谁想的？我想的。你想的啊？那他要把你钱拿走也很正常。他跟谁去旅行？你跟他去的吗？我没有。跟谁去的，姑娘？我跟我朋友去的。本来这个钱我当初同意的时候，我就没有说是我想去给他父亲看病，我只不过是这么跟他说，本来就是我想跟他出去溜达。哦。他不的。就是你们属于骗子遇上了骗子，骗子骗了骗子。你是要骗所有的亲戚朋友，帮老父亲，是吧？对。你只需要完成骗他就 OK 了，那还是你厉害啊！募集了多少份子钱啊？3万。现在是因为他要分手，你不想分是这意思吧？是。我不要他了。啊？我不想要他了。认识多久啊？认识3年了。他对你好吗？好。怎么好？他在我们认识的时候，什么事处处都让着我，每一次我生气了，他都来哄我，我想要啥他都能给我买啥。你哪来的钱呀？我有时办婚庆还能挣点儿。那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呀？他没有工作。我之前有工作，是一个化妆助理，之后认识他了之后，他就说你搁家照顾我爸爸吧，别去工作了，挣钱是男人的事儿。之后我就相信他了，我就搁家照顾他爸爸。所以你是他给他爹请来了保姆？算是吧。你父亲什么病啊？心脏病。没有过门的20郎当岁的一个孩子去伺候你父亲多大？59。那你以什么身份伺候呢？一直他都说我是他老婆。家里没人管你吗？哦，想起来了，你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是的。是不是？是的。所以爸妈没带过你是吧？没带过。那你奶奶不管这事儿吗？我奶奶管，
他不同意。对呀，那你为什么要去呢？一个没过门的年纪轻轻的女孩去照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这跟你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这伺候起来他也不方便啊。当时就说是能让我轻松一点吗？你这不是欺负小姑娘吗？你不是骗人吗？就这，你这属于老实。你不工作伺候他父亲，你们俩靠什么生活呢？他出去挣。所以你现在离开他，你没有收入，对不对？我可以去再找工作。那你就赶紧跟他分手啊！为什么不想离开他呢？也想过啊，同学之间都说我跟他分了吧，别在一起了。对啊，正好他现在又要跟你分手，就坡下驴呗。我怎么想也是不想离开他。为啥呀？就是不知道，就是不想离开他。他对你好吗，姑娘？我觉得对我好。对，你说他是怎么对你好的？来，让我们听听，我看看这男人是靠什么，还很厉害啊！他哪里是老实啊？这手段多么的高超绝伦啊！就让一个24岁的小姑娘死心塌地的跟着他，他还敢在场上说我不要他了。哎呦我的妈，他怎么对你好的？你说说啊！正常就像家务什么的都是他来，我想干什么他就让我去。你能举点例子吗？比如说我之前就是跟朋友没告诉他出去旅游的时候，回来没有钱了他都给我，就是随便。就是过去你经常跟朋友一起出去旅行是吗？对。管吗？不管，钱都花没了我还管他干啥？那你的钱不是你自己拿着吗？我信任他，我还叫他保管了呢。哦，你的钱都给了他。对，我现在信任他了，我还叫他保管了呢。你拿着他的钱就跟朋友出去旅行。那谁照顾他爹呢？我奶奶有时候会去。我们都能给你气笑了，姑娘。好，你接着说，去哪玩？跟朋友们？哪儿都去过。哪儿都去过，是去过哪儿啊？您跟我说说。像湖南长沙、北京、上海、泰国、美国都去过。那您这钱可不少花呀。所以他花了你多少钱？花老了，都花的我脑袋都快气爆炸。不是你就不管吗？我管他，他不听啊。你把钱收回来呀。我收他也不给我呀，还说我。在跟他交往的这3年时间里，您都去过这些地方了？是。以前去过吗？以前没出去过。那跟谁去？跟我朋友去。什么朋友？同学。他们都花谁的钱？人家都找的都是有钱的，人家随便根本就，我跟他连一次电影基本上都没看过。不是你怎么认识他的，姑娘？认识。挺巧的啊，因为冬天嘛，完事儿之后路滑，我就正好就摔了。他跟他执勤，之后就给我扶起来了。我就看，哎，这个那个大哥哥也挺好的。你指的执勤是什么执勤？他那前是做保安的。保安大哥把你扶起来了。然后呢？然后我就感觉他扶我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有安全感。我就想再感谢他一下，我就买点橘子，他也不收，我就死皮赖脸管他要的微信。所以是你追的他？哎呀，然后嘞？好奇了。我就给他聊天啥的，就慢慢的就熟络了。怎么就变成了男女朋友？你就直接告诉我，谁提出来的？他提的。你就同意了？同意之后就开始照顾他爹了？没有，那前我还工作呢。什么时候要去照顾他爹呢？我们俩相处大概得是半年多了，他就突然间就提出来，就说你别干了，他就让我去照顾他爹。你就同意了？我就感觉他从小也是跟我一样，也是爷爷带大的，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就觉得他这个遭遇跟我比较像。我就想多给他一些温暖，替他尽孝。那你那会儿就没考虑说我的收入问题啊，其他的问题吗？我那前儿特别相信他嘛。
然后你给人画了个饼是吧？你说你要养人家是吧？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你的所谓工资卡和你的财务的交给他了，全交给他了。哦，交给他之后，当时那卡上有多少钱？好奇的问一句。那卡上也不多，也就2万多块钱吧。那就2万多，也去不了你说的这些地儿啊。我有时候还给朋友借点，他想玩去，我就借点去。啊。之后他每一场那个婚庆，他是跟婚庆公司的啊。之后每一场结束了，最少的时候也能有个3000多。就是他挣的钱，反正你拿着就花呗，是这意思吗？嗯。那你要去国外了，不够怎么办呀？不够，我给他打电话，他能给我。算过吗？这3年来前前后后这一共花了多少钱？大概7、8万吧。爹看病都没钱，你在那儿装大尾巴狼？比我小，我宠着他。好，宠着他。都跟朋友出去玩了？嗯。你那些朋友的男朋友都特有钱？对。那你为啥不找一个有钱的男朋友呢？我也想过，我就觉得他这人挺好的，放不下他。都想了办酒席了嘛，那为什么不领结婚证呢？为什么不结婚呢？我也有私心呢，因为他爸一直都想管我要孩子，要个孙子。你想吗？我也想。你想跟他生个孩子？对，得领结婚证。嗯。姑娘就怕生孩子，或者觉得这个时期不适合生孩子，所以不领结婚证，是这意思吗？对，因为我才24岁，我要是跟他有个孩子了，这现在都要跟我分手呢。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我还这么年轻。那你奶奶为什么要帮你去照顾他爸呢？我奶奶就是看我想出去玩啥的，就是想让我去。你能认清现实吗，姑娘？我说现实啊，这男人没什么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过日子的男人。这个男人你愿意嫁吗？我愿意。他除了这个钱挣不多、普普通通过日子之外，他还有一个老爹，需要你伺候，你愿意伺候吗？我愿意。他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想让你给他们家生孩子，你愿意吗？我愿意。你也愿意？但是我现在太年轻了啊！我现在太年轻了，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咱们30岁，我30岁的时候再给你生，咱们要孩子都赶上。啊不，他爹也等不及。说吧，就马上就生是吧？得立刻生，这行吗？这不行。除了生孩子不行，其他都可以是吧？是。还分吗？分。马上把孩子生了，立刻再要个孩子，姑娘，为了不分手，行吗？他得能保证我以后。你先别管他保不保证你以后，为了不分手，咱立刻要一个孩子，行吗？行。马上跟你要孩子，行不行？可以。哦，跟你生孩子就行啊？你不是想跟他分手吧？你现在开始倒逼他了吧？你是觉得付出了3年的这个情感，就要跟他？而且我俩现在分手，我的名气都有损伤啊。啥损伤啊？就是我们虽然是没登记结婚，但是酒席都办了，亲戚朋友啥都知道了。那你那些朋友知道说你旅行的钱都是这种钱吗？不知道。你去趟美国花了多少钱？大概是7万多。你们是自由行还是抱团啊？我们自由行。他这还不是一般的游啊！去趟泰国呢？5、6万。多少钱？5、6万。你觉得你是个孝子吗？是。你爹看病没钱，你的女人大把花钱去旅行。哎呀。刚还因为信任他们是我媳妇儿，我寻思能把钱交他保管，能看住，没结果能出外边旅行。所以你是想拿钱看住他，对吧？但是事实你又没多少钱，是吧？你1年到底能挣多少钱？咱坦诚一点。哎呀，一场婚礼能挣，最好的能挣3万多，3万多吧。他的旅行不止这些钱啊。有时候我哥们还能给我拿点，借点。所以你在外面欠了多少外债，兄弟？说实话，今天。
外债也欠老了。欠了多少？说。10万。不止，接着说。10万多一点吧。不止，接着说，说实话。30万。啊？30万。他那个婚庆是怎么干上的呀？婚庆，过去不就一保安吗？还是干保安的时候就在干婚庆？我之前不是化妆助理吗？啊。之后有一些剧组啥的、主持人啥的、导演啥的，我都认识，之后就能给他带进去。我就寻思他一天多挣个100-200块钱，兼职也挺好的。之后他就自己闯荡的联系上婚庆公司了。现在所有策划什么流程全都他跟。所以这是绩优股是吧？嗯。所以你抓着他不放是吧？以后他可没那么多钱了啊！不是你想去哪儿旅行就去哪儿旅行了，行吗？行。就认准是他了是吧？是。这就叫任性啊！打小就是奶奶带你是吧？是。你的所有条件奶奶都应该是满足的，对吧？是。他应该不是你的第一个男朋友，对吧？是。为什么对他这么决绝？是因为觉得他老实是吧？差不多吧。啊。就是你的任性妄为，他都可以接受，是吧？是。他跟前男友还有联系吗？有。什么东西？有。一猜就有。为什么问这个？就是他谈过恋爱吗？他什么都能纵容。你指的联系是指什么？有一天我上到哪，我喝点酒，我上 KTV 了，遇到他了，前男友。还跟前男友联系，还去唱歌是吗？是。这个。他要这么一说，是我都不知该怎么问了，你知道吧？就觉得我这问题问错了，就是跟前男友去唱个歌什么的，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是吧？那不正常吗？啊，是。我前男友的另一个身份也是我同学，他就是从高1的时候开始喜欢我，我们俩从处也就1个礼拜，多说。啊，行。他见到他就跟他不对付，就跟他干仗。见着他就要揍他，这个啊，这不正常吗？怎么能正常呢？我们就是普通同学的关系。我怎么相信呢？那到底是同学还是前男友啊？同学，只是他喜欢我。不是还处过几天吗？处过1个礼拜，也不算前男友。所以你认定的事儿，你就觉得是对的，是还是不是？姑娘，你告诉我。是。是这样。是。当时拿着那个办婚礼的3万多块钱，不是应该你们俩一起出去旅行吗？怎么是你？他不跟我去。他不跟你去，你怎么就跟好朋友去了呢？那就正好那天酒席刚办完，之后晚上我朋友给我发的微信，说跟我去三亚旅行。然后你怎么回的？之后我就跟他去了。他知道吗？不知道，我半夜走的。半夜几点？3点的飞机。这个可以啊。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你知道吗？当时不知道，我睡醒了，我一看人不在家了，走了。那你不找他吗？你不问？我找了，哪都找了，都差点要报警了。你给他打个电话不就行了？打电话不接，给我拉黑了。这是为啥？他打起电话了没完。我给他打20多个。而且我搁飞机上，我接得了电话吗？那你下了飞机之后有没有告诉他说我到了三亚了？我给他打过去了一个。啊。他磨叽没完。那你去玩了几天啊？玩了1个礼拜。3万块钱没了。得3万多。净买好化妆品，还有包啥？那不正常吗？哪个小姑娘没有啊？不是你凭什么拥有它呢？就你靠什么拥有这些东西，姑娘？靠他呀。但是他这些钱都是借来的，是要还的。那就还呗。谁还？他借的，他还呗。行，按理说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嘛条件，至少不用借的嘛，对不对？有，什么样的？就是他父母都是很有钱的啊。然后呢？那后来为什么蹬掉了呢？还是人家不要你？我没想跟他，我压根儿就没跟他处，没同意。那为啥呢？我也搞不懂我自己为啥，就想认准他了。那你到底处过就是相处的男朋友有几个呀？他是第一个，就除了那个我同学，就那一个。就是有人追你，
是吧？对。但是他是你的第一个男朋友。对。相当于正儿八经的初恋是吧？对。但是也有条件很好的男生追你，你根本都拒绝了。对。所以你只喜欢他这一款。对。是吧？对。哎呀，真有性格哎。什么时候想分手啊？第一次？今天肯定不是第一次想分。都好几次了。为啥没分掉？甩不掉他。你就扯吧，我早就跟你说要分手，你分吗？谁扯了？你现在让我全身投入你了，完你要分手，你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的呀？别喊了。哦，姑娘以前想过分手是吧？想过。是因为现在觉得陷进去了，然后又办过所谓的酒席了，是吧？对。面子上面下不来。对。现在如果让你把这个男人踹了，是不是心气儿就顺了？你踹他？不想踹，我心里只有他。你心里不是只有他，就这个游戏没有你，没有到你要叫停的时候，仅此而已嘛。行了，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这真是录了10几年节目，第一次刷新啊，刷新认知啊，刷新认知了。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王红兄，我的天，赵传老师说是刷新了他的认知，您是刷新了我的三观。没有去领结婚证，一场婚礼，随了3万多的份子钱，打引号的新娘竟然连夜跑到三亚去把份子钱挥霍一空。如果今天让来参加婚礼的人，不管是冲着女方来的还是冲着男方来的，不管是随了500、600还是5000、6000，谁都会感觉像吃了一只苍蝇。所以女生，我认为玩当然作为一个妙龄女生是您的权利，但是这个是要量力而行。您也明白，这个男生并不是有钱人，但是他竟然可以举债都让您这么去挥霍着玩，这就是您纵容了这样的一个女生，推波助澜。你早就应该断供了。我不指责谁，我只渴望今天你们分手好不好？谢谢你们了。哎，谢谢包红兄。来，文老师，你是欺负他单纯了，而且你一开始也有一点那种就是天上掉大饼的这种感觉，这种情节在啊。然后一开始你上来，你发现哦，他可以去照顾你的父亲，你就觉得他哇，他直接就击在你的心巴上，对吧？对。你就发现哦，我何德何能啊，我一把年纪的人了啊，我这个自己现在的社会状态也就是这个样子啊。一个24岁没有谈过恋爱的姑娘，第一次委身于我。他还能够去照顾我的父亲，你可能觉得天哪，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个时候呢，你就为爱发电了，你就上头，觉得那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他留在我身边，这可能是老天爷送给了我的一个巨大的礼物。可是没有想到啊，老天爷送给了你一个炸弹。谈恋爱永远不要觉得这么大的便宜会掉在你自己身上，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句话送给你。说说这个宝宝吧，来。女孩子，你说他是你的初恋，你到现在为止，宝宝，我告诉你，你不爱他的。为什么你不爱他？首先，你不珍惜他的家人；其次，你根本就不珍惜他的劳动成果。你明明知道，你一再的找他要，他要付出很多的时间、精力和代价来填补你的物欲。你真的爱他吗？你心疼他吗？不是，你是占有加控制以及剥削。你对他所有的这种，就我们可以说是称之为精神施暴了。你对他所有的施暴是来自于你原生家庭的缺失。你为什么会对他一见钟情？因为你从小缺少父爱。你没有想过，你对他很多的诉求是来自于本身你的爸爸应该给你的一些支持和温暖以及关爱。他一个典型的爹系男友吗？还有你的消费层级跟你本人是极端不匹配的，在这种极端不匹配的情况之下，你只会越来越自卑，你对于物欲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以后是会反噬你自己的，宝贝，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超前消费了。你现在消费的是他，
但是我告诉你，你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像这样的能够让你消费的人，而且他已经消费不起了。同时，如果你跟他继续在一起，你要跟他一起还债的，你知道吗？你过去玩的这3年，你可能需要花6年来还债，你不会再有一天像你过去的一样过了那么美满的日子，一天都不会有。他不应该为你过去的人生买单，而且你要对你自己负责任，你实在是太对你的爷爷奶奶不负责任了。你如果今天要是跟他继续和好了，你未来的人生，我跟你讲一片狼藉。我好生气啊！我不说了。谢谢文老师。徐总，我的观点跟前面2位老师不太一样。我恰恰认为他们俩应该在一起，才不能去祸害别人。彼此相爱，为民除害，是吧？哎，就是那句话。你们俩之间的描述让我恍惚，我觉得到底谁是猎人，谁是猎物？一开始我们认为男生居然这么利用一个单纯的女孩，24岁就去照顾她的父亲，但后面我听出来了，哇，原来真正的猎人是这位。他真照顾你的父亲吗？我问你，他照顾你的父亲照顾的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嘛，不可能照顾得很好嘛。而且你的父亲也不是那种在床上不能动吧？不是吧？他只是叫将计就计。你以为你很高明？哎呀，你辞去你的工作吧，你太辛苦了，照顾我的父亲，我养你。哎，他一想，哼，我现在的工作的确很辛苦，我不想做了。我再一去看，哎，他父亲还是有自己能力的，对不对？那我去照顾吧，以照顾之名，行自己偷懒之实。所以你就是一个吸血包，你才是真正的猎人，他是猎物。你知道别人不会这么被你利用，所以你才会在他身上如此肆意的去放纵自己的贪欲。你找他也不是因为爱他，你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人，被人家反利用了。所以你们利用了所有的人，你们利用了自己的朋友，利用了自己的亲人，然后再利用彼此，把对方身上所有的能吸都吸了。哎，你吸走了他的工作，你吸走了他的钱，你们俩怎么可能这么容易的分开呢？我觉得分不开，就这样。哎，谢谢徐总。米娜老师，对，都分啥手啊？刚刚不是找到了方法要生胖小子了吗？所以不应该分手啊。但是你们倒也挺有意思的，婚礼也办了，胖小子也提上日程了，就是不领结婚证，就是不愿在法律上替他偿还那30万的债务，对吧？就我可以用你的钱，但是你的债务不是我的，你爹也不是我的。不领证恐怕也是由你自己的决定吧。否则不会在一个男人跟你说我们办婚礼吧，你就不考虑自己的什么名誉了，然后直接就这么草率的和人一起办了个婚礼，骗了所有的亲友，众筹了一个3万多，对吧？想着自己将来还可以再找一个男孩众筹一次呢，这一个男人的钱花光了以后再花下一个的嘛。既然这样的话，那这个男人还愿意给钱，不愿意收走银行卡，那我们就接着用呗。无所谓，反正他的债务他还嘛，刚刚你都说得很清楚了呀。既然大家脑子都这么清醒，我们劝什么呢？只能劝你们早生贵子的呀，佳偶天成。哎，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儿啊，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一个漂亮的姑娘，年轻的姑娘，因为摔倒，倒在了一个保安的怀里，她爱上了他，那个瞬间是有爱的。因为那个时候你身上是有光的，所以它是爱的，这跟职业没有关系。当你自信的时候，乐于助人的时候，给别人温暖的时候，你会被爱的，发现了吗？这姑娘说这是我真实的第一段恋爱，这是我的初恋，可能是因为父亲或者其他的东西，在这个男人身上那一瞬间她感受到，这个本来是一段挺好的感情。然后男孩开始用钱把女孩做物化，你说了句实话，你说我把这个卡给他是想用钱拴住他，越物化女孩自己就觉得顺理成章，于是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物。你是我男朋友，我就该花你的钱，这不就是女性把自己物化的第一步吗？男朋友有点钱，比你挣得多一点，愿意多花一点，多花一点，而不是你无度的去索要。
好了，事儿反正就分析到这儿，我们尊重你们自己的选择吧，好不好？说清要求，理性判断。这个世界上没有分不了的手，只有不愿意松开的手。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我俩今后生活一起好好的，开开心心的，还回到过去一样。我再用我的保护你，再好好对待你。我希望你能回到最初的状态，能继续包容我，理解我，能理解，能使我们以后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好。可以，一会儿有礼物要送给你。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小心被骗，小心被骗。听到最后一句话了吗？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哦。并不是此刻我站在道德高地去说这番话。这段恋情如果再维系下去，它损伤的是公序良俗。还是恳请两位都不要出来了。文老师，双出呗。双出是肯定的，但是男生啊，你那礼物，你有买那礼物的钱，你想想看你父亲的手术费怎么办？双出我也想看礼物，这俩人必须锁死。来吧，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女生在吗？在啊，双出啊。我会永远爱着你，会永远喜欢你的，你是在我心中里最美的，是吧？就再结一次婚。反正人家自己选择了是吧？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来，请亮灯。修正一下啊，突然有一个感觉是吧？就是这样，其实也挺好，不让那些钱打了水漂，对男生来说，对吧？钱没白花，在有感情的基础上花了钱，人终于留下来了，对吧？对于女生来说，如果还想好好过这日子的话，那你们未来就是面对艰苦，人生已经提前被消费过了，下一步就是还债嘛。哎，女生，找个工作吧，啊，赵老师说出来了，我们真心的希望你去找份工作，希望女生从此成长，真的，该长大了。哎，学会尊重吧，对彼此好一点，别太苛刻了，好吗？谢谢两位，请回吧。尊重他们的选择，希望他们的生活能回归正轨，啊，努力向上，好好活着。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俩结婚2年了，我们之前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我们各自都有一个女儿跟着我们一起生活。都说半路夫妻难一心，我们家也是如此。
我们总会因为大事小情吵架不断。经历了很多事情，我真的想好好跟他过日子，但总是不尽如人意。我现在夹在女儿和丈夫中间，有时真的让我几近崩溃。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刘先生44岁，来自天津，自由职业；韩女士47岁，来自山东，公司职员。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再婚夫妻是吧？是的。啊，结婚已经2年了。今天为什么来呢？啊，今天主要是想看看我们这个婚姻还能不能继续。我的夫人呢，总觉得嫁给我，可能心里边有点不太舒服，亏了。是的，这2年多的时间呢，中间的矛盾也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在结婚前，我生过一场病，住院住了大概1个多礼拜的时间。就是这段时间吧，他从来没有给我拿过1分钱。我那个时候正是做生意刚失败，完了之后呢又没有收入，还欠了很多的外债。那个时候正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生病了，但是我也是在医院照顾他了1个多星期。那个就不说了。那还有一件事，你看我们说定好结婚，但是呢，也没有给我一个婚礼，没有婚礼就算了吧，连彩礼也没有，没有彩礼也就算了吧，一件首饰都没有。那个时候不是也说了吗？说等咱那个经济好转了，我都补给你。那个时候确实也是人生最低谷嘛。完了之后也确实没办法，但是我不是跟你说，我说你等2、3年，等我们好了之后我都补给你。每次都一说没钱，说什么事都是等，我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结婚以后吧，家里的生活开销一直都是靠我的工资来维持。是这个我承认，但是你说我也没好吃懒做啊，对吧？你看我又干过送外卖，又干过洗碗工，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过，也是为这个家付出啊，对吧？也是希望咱们能尽快过上好日子，对不对？我也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像我们结婚都2年多了，从认识到现在，你连我老家里，就是连我娘爸爸妈妈那儿都没有去过。啊，这是为啥？这个是他家里比较远，我呢跟他工作都比较辛苦，其实都比较忙。要是去的话呢，也就待个1、2天就得往回跑，我觉得时间太紧了。完了之后我说等过个1、2年，等我们这经济好转了，就把工作可以往后面拖一拖。完了之后呢，在家多待个把月的，能多陪陪父母。这想是一直也是这么想的。要不是去年我女儿回趟家，我妈妈不放心把她送到这儿来，她才见过我妈一面。现在到目前为止，跟我父亲还没有见过面呢。但是咱们不是能视频通话吗？现在科技都发达了，也经常视频通话呀。总是有搪塞的语言，到现在也是，不是就是让我等，就是这样搪塞我。现在闺女儿在哪儿？在天津，跟我们一起生活。女儿多大呀？女儿17岁了。那您在上一段婚姻里有孩子吗？也有一个孩子。男孩女孩？女孩。她是跟我父母在一起生活。哦。我女儿从小就是我一手带大的嘛。我这么多年从农村来到这边来打拼，然后离婚以后就带着孩子在这边生活。本想着嫁给他能有一个稳定的就是避风港湾吧，没想到还是让我过着漂泊的生活，让我们俩跟着他。什么叫漂泊的生活？依然在这里租着房子住。就是我那个房子在郊区，现在就是孩子上学，包括我们工作，都是在市里这块儿。你说天天从郊区往市里跑，来回来去的多不方便。就是有房，但是在郊区。为了孩子上学读书，是孩子上学读书，还有我们工作都是在市里。完了之后我说等咱退休了那肯定就回咱自己的房子住了吧，对不对？要让我等到退休了，头发都白了。那总归也是有啊。你看，从结婚以后吧，我们俩的婚后生活吧在一起，他也忙，我也忙，每天回到家里，家务都是我做，忙活一天回到家，我先进厨房，然后做家务，他在家里回家就干嘛？就抱着手机在那儿看。有时候工作在公司完不成，就是回家拿手机也是做工作，也不是在那儿闲看。我不知道你是真在忙着工作，还是在瞎看手机，给自己看手机找借口。反正每次都是这样子
然后吃饭的时候还那么挑剔，这个菜应该怎么做，那个菜应该怎么做，不但挑剔吧，还爱吃零食。你看他这么胖吧，吃饭的时候还要就着零食吃。一晚上让他吃饭吧，他说我不吃，我减肥，每天都喊着减肥。等到要睡觉的时候，他要去找零食吃。是我这就是从小吃零食吃惯了，完之后就是爱吃。不是您这吃饭吃什么零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怎么个吃法？啥都有，什么有蛋糕啊、薯片啊，什么什么的。吃饭配薯片啊！给孩子买了零食吃，他还抢着吃。孩子现在不怎么爱吃，他倒吃零食。我看他书包那么乱，我给他收拾收拾吧，他还埋怨我。是，把我那东西本来放的好好的，但是你一收拾完之后我就找不着了。你光说我这么多毛病，那你毛病不也不少吗？对不对？这个做什么事儿都不走脑子。上次有一次让人骗了5000多。那我不是为了想多挣点钱吗？那现在家里的开销不都是我拿吗？那你那钱不让人骗没了吗？对不对？那我也没想到。而且他这个人吧，特别拧的这个人，就是上次我们家那个灯给坏了，大晚上的，你说非得让我去那儿修，我说等转天再修吧，哎就不行，自己扛着凳子上去修灯去了，完了之后也没修好，还修坏了，你再修都修不好了，还得换新的。所以女儿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呀？女儿对他的评价不是很好，因为他，觉得他吧，你看跟孩子抢零食吃，最起码这一点不像一个长辈的样子。他的脾气也不好。你看，上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炒的是西红柿炒鸡蛋，他夹一大块鸡蛋，结果呢，那块鸡蛋还没夹住，掉桌子上了。我一看，我直接夹到他碗里，他生气了，一下子把那一碗饭直接倒垃圾桶里了。那不都脏了吗？脏了还往里倒，多不卫生啊！那就是那脏了，你把那一块剥出来不行吗？你还非得整个一碗饭全倒垃圾桶里，那整个饭都污染了。那还差把那一瓶一大瓶的红酒一下子摔地上，要不是女儿来拦着，第2瓶酒我估计都要往我脑袋上砸了。这个真不怨我，这个上次我吃蛋糕嘛，吃蛋糕我就给他留了一半，我一给他吧，他也不知道哪儿生气，完了之后一下就扔垃圾桶里边了。那我一看我也着急，我也生发火了嘛，完了之后手底下正好一瓶红酒。完了之后我一看我就扔地上了。你看那么晚你在那儿吃蛋糕，你自己说每天说要减肥，我想那甜点不都是有反式脂肪酸的吗？你那么胖你还吃，我就不想让你吃，可是你非得要吃，还假心假意，每次吃东西还给我掰一小口，就是说我也在吃那意思，这是给他自己找借口。他女儿跟他父母一起生活，今年是14岁，也是处于一个叛逆期。孩子不听话，爷爷奶奶管的时候肯定也是不听话，但是有时候给他说吧，他还打电话，他就有时候就训他父母，就说你看孩子那么小，本来是一个好孩子，让你们都给教坏了，就是你们的责任，那是你自己的父母呀。你每次打电话，你也连一个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称呼过，直接就上来就说，就是你们的责任，你把他们教坏的。那也不是训，反正就是跟爸爸妈妈说话习惯了。这个我好奇啊，就是他的闺女儿你们在一起生活，你的闺女儿为什么是你的父母在带？因为本身离得也不远，她从小就是跟我爸爸妈妈一块儿生活的，有时也会接过来，或者有时候我会回去。一说我说要不然你过来就是跟我们常住，他就说还是习惯跟我爸爸妈妈一块儿住，所以就是没太强迫他。琐琐碎碎的大概听明白了。你们现在有债务吗？他现在以前的债务现在还有没还清，我是没有债务。婚前债务是吧？对。你嫁给他，我大概想明白了。为什么会失落？是想在天津找一个依靠，自己的家，对，经济条件还可以，至少你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吧？钱不用我特别贴补。对不对？我好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对吧？这是你对第2段婚姻的要求，对吗？这个男人显然不符合，对吧？不符合，是我女儿说的。你看他对他父母都是这个样子，能对我们好吗？闺女她都看出来了。其实我也是这样想，我说当初我选择他，真的确实是我想让孩子能留在这边。孩子已经你嫁给他是因为有天津户口吗？可以这么说吧。他说他能负担我们给孩子的。能照顾我们，所以现在您一个月挣多少钱？我一个月挣个5、6千块钱吧。您呢？我现在好一点了，现在能挣差不多1万吧。反正我没看到他给我的钱，现在我的钱大部分都是用来还账的。另外，我女儿跟着父母生活，也会给我父母给女儿一些钱。就是我、您那钱还差多少账啊？
还差个7、8万吧。也就是说，再过半年这账就能还清了。差不多了，好日子就有了。是。确定吗？差不多。不，因为我现在这1个月就差不多1万块钱嘛，1万块钱再过个，包括就是给父母的钱，给孩子的钱，怎么着，我想10个月也够了，也能差不多。你现在给孩子和父母那边给多少钱？现在等一下，我不问你，你知道吗？我不知道。那你可以不说，这是你的隐私没事儿，就是没准儿有时候2、3千这样的，为什么你钱不交给他？我想着是等我把那个账都还完了之后，肯定会交给他的。所以我估计当时他这一张嘴是把你哄得团团转，是吧？就他给你做了很多的生活愿景的规划，是不是？光给我画大饼呢。所以实际上面，我这么理解行不行？你挣的工资先还债，然后养活爸妈和你的闺女。是吧？是。你倒找到了一张饭票，是吧？你吃它，对不对？是有吧？别有吧，就是嘛，是不是就你吃它？是。说白了，一个想找饭票的人，发现自己变成了饭票，是吧？对。你认为他应该是你的饭票，结果发现自己变成了饭票，值吗？不值。来吧，老师们看看吧，一段。这叫再婚夫妻，所有的问题全都有了，子女的教育问题，对吧？跟双方父母的关系问题，婚姻是否真心投入的问题，财务是否透明的问题，还挺多的。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洪洪兄，我不认同说什么头婚谈情，二婚谈钱，婚姻。钱就是基础之一，钱有多有少，既然成为了夫妻，即便你们是再婚夫妻，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但是你们2个人很显然就是2个利益单元，互不干涉，各有目的。你们这段婚姻从面上去看，确实还没有到离心离德，但是现在很明显已经是貌合神离了。他每天口口声声是还账，但是他真实心态是算账，他永远在算是你在赚钱养着这个家，我自己能获得什么。所以您可以再去做一个兼职当会计，谢谢。谢谢博宏兄。文老师，我们说说女生吧，你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的自我廉价感。你以为你在网上认识的一个人，你就可以去信任他？你以为这个人说我会对你好，我会照顾你，你以为你未来的日子可以真正的变好？我告诉你，这跟你选择他没有关系。你如果选第2个人，你依然过不好。就是你的内心好像对你自己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可度，你并不爱你自己，你甚至不知道如何自爱。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赎另外一个人的，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纪里，你只有可能自己自立自强，然后做给你的女儿看。你已经毁了你自己的半截人生，你还要毁了你女儿的人生吗？说完了。好，谢谢文老师。曲总，你很弱呀，你缺乏男性的力量。什么是男性的力量？我有责任感，无论是对家、对自己的女儿，还是对自己的父母，我是有担当的。请问，月薪1万的人，1分钱都不给家，责任哪里去谈？自己的女儿留在自己父母身边，自己不知愧疚，还去责备自己的父母，哪有担当？这是男人最重要的，没有责任感，这个力量是没有的。他不会给任何人安全感，你能靠住他吗？靠不上的。哎，那为什么你偏偏想靠他呢？偏偏觉得能呢？因为有一个弱者思维，弱者只敢向弱者拔刀。他认为你很弱，所以他不尊重你，看不起你。你那样是个梦啊！你的女儿都知道啊。一个不把自己的父母放在眼里的人，一个不把自己的女儿放在眼里的人，
他怎么可能把你放在他心上呢？最后我再问你个问题啊，婚前知道他有债务吗？知道吗？知道。现在他还债里面有没有你的贡献呀？有还是没有？傻，你在帮他还债呀，傻姑娘。有，我承认。还说那是他的债，请问你在包吃包住，包他消费？请问他还债那钱里头有没有你的？有的。我觉得你们先从真相开始吧，好不好？就这样。谢谢曲总，米娜老师。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嫁给他哈？当一个男人过来告诉您，我欠债了，而且呢是10几万，是我开公司所欠下的，你不是应该要问问是什么公司吗？不是应该先要上网去查一查，他是这个公司的什么法人呐、股东啊，这个公司的经营业务吗？既然开过公司，一切都有痕迹啊。你怎么就能够被一个男人告诉你说我欠债了，我欠的10几万是开公司的，你就误以为他是个老板，误以为他还有一天能东山再起重新开公司？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被他开公司导致失败欠债这一句话骗走了你接下来所有的人生？你误以为这个男人发达过，也误以为只要我跟他一起吃苦，可能这一个男人就会在我的帮扶下，哎呀，飞黄腾达，我也跟着他一起过着不错的日子。很多时候啊，是我们自己美化了那个陷阱，那个陷阱它本身都没有刻意包装自己，它没有多高明，是你自己掉进去的。而你这一种女人很容易再一次的被骗，因为您身上就写着了4个字：有利可图。保护好自己，哪怕就只有自己和女儿，也比摊上一滩烂泥要来得好。谢谢米娜老师，伤心了哈。打起根儿的时候，都有目的性，并没有那么纯粹的所谓的爱。到了这个岁数了嘛，只是你们不想面对，不想正视，核心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为什么米娜老师说完以后她哭了呢？她是害怕，你是把她吓哭了。啊，这完全是被吓哭的。现在心里想，哎呀，这个家伙到底欠了多少钱呀？是不是1个月能挣1万啊？这都吓得差不多了。你不老实是在什么地方？你就是典型的一个啃老族，啃那个稀里哗啦的。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女人嘛，那个快啃不动了。今年44，你父母多大？我80岁的老父老母带14岁的这个孙女儿，多辛苦啊！多辛苦啊！你但凡有点担当，不是应该你带了吗？你就想，对得起谁？咱就把这件事儿，你对得起你父母吗？你先告诉我，其他人我都不问。对不起吧？对得起闺女儿吗？也对不起。对吧？我都不问他，他毕竟是个外人。到现在你也没把他真的当妻子看，你把他当妻子看了，你尊重他吗？我好好反省自己。你尊重他吗？你就说你尊重他吗？嫁给你2年的女人，不知道你1个月挣多少钱，不知道你钱花到哪里去了，你尊重他吗？我都不谈其他的，所以自己想吧，日子要不要过，你们自己决定。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其实，在一起生活这2年多了，我觉得真的有点累了。是刚才听老师们说，我觉得我也应该好好反省我自己。回家之后工资卡就给你，你替我保管，好吗？我该做到的以后我会努力做到。我还是希望，咱们能把日子过好。咱们的好日子我觉得也快来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会努力的，负起我的责任吧。谢谢2位，谢谢2位，请回，谢谢你们，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京悦 APP 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内容。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预测一下吧，包红兄。
我真的担心这个妻子又被一张工资卡给诱惑出来，但我内心认为男出女不出。文老师，我也觉得男出女不出吧。我觉得会双出，因为本身女生应该决定退，但一说银行卡的事儿，立马不说话了。她可能想再用1个月、2个月看看，1个月到底能不能挣100块钱。女生不能出，我就当她哭的那一下是觉醒了吧，转身就走，不能出。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就是祝你们生活能够幸福吧，不要活在苦难里吧，好吗？谢谢两位，让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请亮灯。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吧。谢谢老师。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再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